你好，我是有为。上一周发现我的顶楼小天地呢被老鼠跟小鸟袭击了，所以就带这两只上来翻滚一下，留留味道，顺便吓一下这个小鸟，感觉有用。还是因为我经常上楼，所以小鸟就比较少停在楼顶了呢？这一集是小农社的开箱。小农社是一间在虾皮上的店家，不晓得老板是不是没有在用社群媒体，找不太到我觉得他们家的卖点就是有很多的1寸盆，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市场肉，蛮好挑选的。3寸盆的品项也很多，我是没有收业配钱的，都是在分享一些我经常买的店家哦。这一次呢，就买回那些夏天挂掉的。这一颗是粉红拉威，听说比拉威雪莲好养许多，今年也来试看看好了。接下来这颗叫粉红娜娜，刚刚找资料才发现好像是阿肉的作品听说也还蛮好养的，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台湾的好店家哦。这样尖尖的形态有粉红爪的影子，然后显色的样子也超美的，影片的最后会放。这次的3寸就只买了这2盆，因为位置有限，我也不想太累。接下来就是很多的1寸盆，一样买了火柱，听说是一个超级好养，但在我手里干掉。是说这跟篝火是不是有一点像啊？我在彩艺买的那颗叫焰火，它也还活着，跟这个形态也好像哦，搞不好是同一颗。然后这个呢是蓝色惊喜，不知道为什么老板给了我赠品谢谢咯。这一颗在温差有够大的话，是真的会变成蓝紫色的，是很漂亮的一颗。瑞瑞上班啦！这一个呢是迷你马城凯特，它小小的很可爱，不会长太大颗，然后也很容易养成老桩，那茎的部分很容易就会有老茎了，但是它还蛮容易染菌的，就要常常的杀菌。他发现好玩的了，不要那么用力，轻一点啦，小偷吗？太用力了，太用力了，这个给你玩，这个因为他才2岁而已，所以很皮很皮呀。这是另外一颗火柱。不要这样，可以。其实不是特别要陪拍它，就是刚好我开，然后它就在这里。我觉得它真的很可爱。这一个呢叫宝拉丽，大家看一下像不像黑皇后啊？这样啦，会坏掉。起来，拜托。为了证明他们不一样，我又买黑皇后，是阿肉的，不过还没长大。等这个长大以后呢，再拍一个对照的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它显色以后，中心就会是完美的那种黑紫色，真的很漂亮哦。这个是月光石，这个真的蛮好养的，但对不到焦啊。其实我养过度了2下，不过去年就真的是因为疏忽浇水，所以就晒干了。这个我也买了2颗。这是宝丽安娜，我觉得它就是油油亮亮的，整颗都油油亮亮的那种会反光的那种亮，很好看，很美。我也一样都带了2个，因为总会有一颗会挂掉嘛。如果没挂掉，赚到咯。这2颗你看一下，
就油油亮亮的，然后那个宝拉丽就没有，它有一点粉。这个是黑曜石，不过我比较喜欢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米拉，它是东云系列的一种，算蛮好养的。成株以后呢，叶尖就会有粉红色的尖尖，叶缘也会粉红色的。不过因为它没有什么粉，所以它不太耐晒。然后这一颗是黑曜石跟卡罗拉的交种，这我没有养过，我就来试看看。然后是黑玫瑰的实生，我觉得这种别人的实生其实都蛮好玩的，虽然花的时间会很久，不过它每一颗种就是播出来的种也都不会一样。好的，开完了，检查一下，排队来拍个照。这就是我真实的日常生活，在要拍照的时候，就会有人在那边捣蛋。这次买了这么多颗，好，我们去送它。你在帮我检查吗？这边是从12月23号开始种到了12月10号，经过了1个多月。如果要让它们发根的比较快呢，泥炭的颗粒比就要比较少一点，泥炭多，然后颗粒用比较小一点的颗粒。它天气凉了呢，保持湿度多肉就会发根的比较快哦。我是很懒惰，所以我都会直接种在这种，把介质都调好，直接就种下去。后来就不会有再去适应新的盆啊、新的介质的这些问题，但就是发的会很慢啦。那我种在这个3寸的透气盆里面，这一些呢看起来都已经好好的抓住土咯。宝拉丽的中间真的是紫红色的，这2天大概有5度的一个温度差别。连隔壁的这个宝列安娜也是，那个体之间都有明显的差距，所以买2颗是正确的，你看到就想买也是正确的，因为这样每一颗形态都不一样啊，对吧？这个凯特迷你玛的粉被我磨掉了，然后这些名字有粉红的，真的会粉红，你看。然后大颗的，因为它原本就有茎干里面的养分，或者是原本的根系就保留的比较多，长得真的比较快。粉红娜娜好好看哦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次的分享啦，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喜欢的店家，也是不要吝啬，就直接跟他买，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消费都会决定这个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。那么就这样啦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有为，拜拜。